大公主，就算别人不爱惜你，你也该爱惜你自己。我的命是父王给的，他这样逼我，让他收回去好了。你这是以命相搏，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。照理讲，大王并非蛮横之人，若能弄清楚事情究竟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回转的办法。只是大王根本不肯见我，王后答应说情，却又不了了之。他连你都避而不见，看来无人可以救我了。别那么灰心。我想，尽管大王是一言九鼎，但总有人说出的话能让大王回心转意吧。除非是他。谁？青青，去给我取膳食来，我要吃东西。大公主，你说什么？快拿膳食来。是。爱有情，心有灵。姑母，祭天君子，殷夫人，坐吧。谢夫人。来了就愁眉苦脸的，多扫兴啊！姑母这里歌舞升平，您可知道梦莹心里有多苦？花开花落就在眨眼之间，人生愁苦却是无穷无边。你若耽搁在愁苦之中，误了花期，多不值得。姑母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一会儿再说也无妨。来，还是先喝杯酒吧。我曾说过，这世间绝对不会背弃你的，唯有这佳酿。芈月，你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吗？有乐及时行乐，转眼人之老矣。梦莹啊，你随我来。孩子，要哭，你就在这儿哭吧。姑母，孩子，你想要姑母怎么办？去跟父王说说，让他收回成命。父王一向对您敬重，您也不曾求过他什么，所以您若去求他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你可知道，你父王为何在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最敬重我？因为祖母早逝，长姐如母，也因为父王对您一直心有愧疚。是啊，当初你祖父秦先王孝公也十分珍爱我，但是为了与魏国修好，他毫不犹豫地把我嫁给了我并不中意的魏王。后来秦魏河西之战，姑母按照你父王的请求，把魏国所有的意图和兵马调动的策略全部传递给了秦国。秦国因而大胜，而我却终身背负着背叛君王、出卖夫君的罪名。
按律，我本应被枭首，是你父王用魏国战败赔偿的5座城池，换回了我的性命。梦莹啊，你要记住，君王就是君王，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柔肠百转，但是放在江山社稷面前，他们连一刹那的迟疑都不曾有过。这么说，祖父和父王从未珍惜过我们，姑母和我都只是他们野心的祭祀品。不对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就是他们的舍弃。他们舍弃了他们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。我如今才知道，父王对我从未真心过，全然不顾我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的真心不是你要的真心，他宠你正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他逼你出嫁也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。我不情愿，我不情愿，姑母。生在王室之家，这就是你的命。除非你不做大王的女儿，不做大秦的公主。我不做公主了，我不要做公主，我要搬来跟姑母一起住。姑母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你帮帮我，姑母。我不要嫁，姑母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姑母，我不要嫁，姑母，我求求你。傻孩子，眼下我这一切也都是你父王赐给的。从你一生下来，你就不懂得什么叫一无所有。当年我离开魏国，秦国是我的退路，我还可以寄居在此。而你眼下却是退无可退。我若劝你退，就如同劝你从高墙上跳下去。孩子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夫人，有话你便问吧。你是大秦最有见识的女子，为何要叫梦莹认命？在秦国，历代先君、储君和公子们，死于战场的不知道有多少。而王室女子别嫁，又何曾不是另一种战场？舍身、舍命、舍情。身为君王，就真的要这么无情吗？你要君王该有什么样的情呢？是周幽王宠褒姒，还是纣王宠妲己？身为女人，我怨他们。可是跳出这一重身份来再看，失去江山的人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还有什么怨恨可言？夫人既然这么说，可言语中却还有诸多的不情愿。君行令，臣行义，他保他的江山，我保我的真性情。夫人大彻大悟，芈月受益良多。非经磨难，不能彻悟。我倒愿你们这些孩子，一生一世都不要有这种彻悟。
们要照顾好尹夫人。是。夫人，你来了，怎么也不叫人通报一声啊？我正好路过这里。梦莹他们走了，不过是后宫中有一个伤心人罢了。从一开始就不抱有期望，比抱着期望却落得一场空要好得多。可惜，他还是春梦无痕的年纪。梦莹，我倒是不担心，只要他想明白了，就会跟他的父王一心一意。梦莹，拜见父王。你可想通了？是。想通了什么？身为秦国公主，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坐享其成，岂能心安？寡人要你嫁与燕王，你可情愿？嫁与燕王，并不情愿。但若社稷需要联姻他国，孩儿义无反顾。到底还是寡人的女儿，与寡人心意相通。记得寡人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，才13岁，双腿发抖，怕得不行，但依然义无反顾。织女莫过父。等你真正面临沙场的时候，你不会懦弱。难的就是决断的那一刻。你到燕国是要把寡人的眼睛、耳朵、手臂带到燕国去，寡人不会让你孤单。你与母国唇齿相依。要流泪，就在寡人面前流，千万不能让燕国人以为秦国女子软弱好欺。你是父王最为自豪的女儿。到了燕国以后，你要记住，你的背后还有父王，还有秦国。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尽管派人送信回来。多谢父王。你这一去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我若回不来，你就当我战死沙场了。怎么把话说得这么不吉利？和一个枯朽老头同床共枕，生不如死。这我都想开了。还怕真的死去？别钻牛角尖。
福兮祸兮，事有百变。你若不能回来，我想办法去看你。我一个人在那儿就够了。你要自己好好保重。这秦宫里刀伤剑雨，无异于燕国。你能平安，我虽隔万里也会宽心。那日我带你去见姑母，是觉得你们性情肯定投合。我走后，将来有些事情，她或许可以帮你。此外，我特地向父王讨了让你出宫便礼的令符，你好好收着。有了它，以后你会容易周旋许多。你自己挚爱重重，却还为我着想。以后，我也为你做不了什么了。父王，儿臣去了。谢父王，谢母后。姐姐。哦，迎夫人。大王来了，姐姐有失远迎。寡人去祖庙，顺便在这里歇歇脚。
祖庙在东面，大王却来了北郊，南辕北辙呀。寡人，大王不必讲了，你呀，从来都是有事情纠葛不下的时候，才会想起我。世间也只有姐姐才知道寡人心中也有懦弱。在别人眼中，寡人从来都是个只知利害的无情之人。列国联姻各有所图，年龄相貌不相称的比比皆是，只要梦莹能想通就好。但看梦莹郁郁寡欢，寡人心里也痛。梦莹性子要强，作为公子妃倒也罢了，但是要作为一国的王后，那要忍许多不得不忍的事情。我是吃过那个苦的，回头想想，我如今过的日子，真比那时候高兴多了。如何高兴？你看看这赏鱼、赏花、打猎、抚琴、酿酒。大王，去年秋天的时候，山果繁盛，我还亲自酿了一些果子酒呢，送了雍瑞几坛子，他赞不绝口。大王若是喜欢，也带走一些，尝尝我的手艺吧。说到酒啊，寡人还记得儿时你第一次酿酒，酿得比醋还要酸，还硬要寡人喝。如今手艺大有长进了吧？如今也没有人敢硬要大王做什么了。逝者如斯，如今寡人坐拥江山，却更怀念当初的岁月。这衣服会不会做得太大了些？萧冉和蓉儿都是长个子的时候，他俩的衣裳还是做大些为好。萧冉小小年纪就从军了，这也太苦了他。听说司马将军眼下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大帐里，带在身边，时时调教。还不到1岁就没了娘亲的孩子，幸亏有你这个姐姐。萧然从小有志气，想来不会辜负我们的。蓉儿也长大成人了，但因为威后阻碍，楚王一直没有给她分封。想到她孤身一人在那儿，无依无靠的，真让人揪心。八子，大监来了。大王口谕，宣弥月今晚成明殿侍寝。是。还不快帮着八子梳洗打扮，接他的撵轿马上就到了。是。八子，老奴告退。不需要麻烦，平常装束便好。大王，不是这个，寡人要的是昨日寡人看过的那卷琴律。是。拜见大王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大王召见，怎敢不来？你可以给我一个理由。病痛、不适，女孩子家这些借口随手拈来。大王动若观火，被拆穿的把戏，岂不没趣？虽然不情愿，可是你还是来了。虽然来了，可还是不情愿。你这个丫头，
为何如此倔强？芈月只是说真心话罢了。大王若不喜欢，那以后芈月慢慢学着说假话。宫里只有你一人敢与寡人顶嘴，你可知错？大王恕罪。可芈月还是不知错在何处。母亲，下去吧。是。坐。谢大王。坐到寡人这儿来。你说，寡人喜欢你吗？或许有那么几分吧。坏了良心的小丫头。可无论寡人有多喜欢你，还是要常常到宫中其他嫔妃那里去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您是大王啊。此刻，我与你在这承明殿里，我是你的夫君。明日我出了这承明殿，便是一国之君。这大义和小义、轻重之别，你该有数。芈月只是一普通女子。芈月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大王是想要芈月学会做宫中女子？寡人不要你做宫中女子中的一个，而是要你在寡人眼中独一无二。行了，别跟寡人赌气了。寡人找你来是有正事，听说整理王后陪嫁的书简之事已快了结，你近来在演练新招来的乐师。芈月只是不想让光阴荒废了，再者，也可以让楚国带来的编钟和其他乐器物尽其用。既然如此，你可愿意每日来给寡人整理书简和奏章？我？寡人要用的书简和奏章浩繁众多，无人分类归档，翻找起来耗时耗力。你可每日免召进入承明殿，为寡人整理书简和奏章，归类收藏。这么说，这里全部的书简和奏章都由我管辖？是。我可以随意翻阅这些文字啊？那是自然的。谢老伯恩典，芈月求之不得。怎么又叫寡人老伯了？芈月更喜欢大王做邻家老伯，不喜欢邻家老伯变成大王。小丫头，你一准知道，你笑起来比哭顶用多了。玉儿不知。精兵利器足以毁掉寡人的社稷。对了，明日是7月初1，寡人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不过到时要让木间给你准备一套合适的暖装。明日要去哪儿啊？明日你就知道了。雍大人啊，黄公子，粮草账目已经核对完毕，应该没有什么出入。这么快？幸亏有你帮忙，不然我一个人忙到手忙脚乱都弄不完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一会儿我要去宫中见治粟内史交接账目，午后才回来。进宫？雍大人，能否带上子倩同往？哦，
在下听说咸阳宫恢宏无比，想借此机会一开眼界。也好，万一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好找你核对。不过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一会儿到了宫中，一定要跟紧我，切勿到处乱走。好。这里就是天下侧室云集的四方馆，也是如今咸阳城最热闹的地方。王公子哪天有兴趣，可以进去看看。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四方馆，寡人知道你一定会喜欢。天地万物无理由天下，天下至有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德才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。且看大家都讲得这般热闹，但谁又能够牺牲自我？大家是大好事，以我师良州大来，世人谋利，无利则化兵请战，有利则洒血断头。儒家也说过，有恒禅者有恒心；法家也说过，人性遂利。所以，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，都应当从我派之言。胡说！人性本无，世间如染缸，入仓则仓，入黄则黄。治国之道，犹不可听乱也。人之异于禽兽者，乃人能互助互援。可听出什么来？减少不平，争取公平而立。各家说各家的理，却都未必能够压倒别人。百家争鸣已数百年，谁能说服谁，谁又能够压倒谁呢？其间相生和相克，为什么还要争呢？五行即为五德，万物与五行对应，各具其德。天道运行，人事变迁，王朝更替，更是五德转移之结果。你们都说得好听，却空言无补。如今诸子百家当中，真正能有所作为的是我们兵家。兵者，国之大事。只有掌握你刚才问我什么？得知众寡强弱。我说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争呢？克敌制胜。争是为了发出声音来，各种声音意味着推陈出新和长进。原来这世间只有周礼一种声音，四方陈气。我大秦在俗人眼中，也不过是为木马的边鄙野人。周天子的威望倒塌，才有了列国和我大秦的崛起，有了各方人才的投奔，有了这四方馆中百家争鸣，激荡文字，人才辈出。可臣妾昨日在大王的成名殿里翻阅商君书，商君斥其他学说为贼，大秦用的可是商君之法。在我看，任何一种学说都在尽力排斥他人，但总有聪明的学人在不断吸取他家之长，丰富自己。而君王则一家为主，数家为辅，内佐王政，外扩疆域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。每逢初一十五，这里都会有大争辩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寡人准你初一十五凭令符过来。不过必须要男装打扮，还可以让臣妾下注。们多知道民间疾苦，掌握耕战之实际本领。啊，公子，王公子，哎，你就在此等我片刻，我去就回。雍大人尽管去吧。敢问，敢问，在下初进秦宫，想向你打听一人。何人？是位楚国来的女子。这宫中楚国来的女子多得很。这个女子名叫芈月。你是何人？
怎敢大逆不道，直呼闵八子的名讳？他与你有何干系？哦，在下也是楚国人。这宫里宫外楚国人多得很，都借着楚国二字来攀附八子。你四处打听他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啊，母亲。雍大人，不知你在问什么呢？这位公子是随我进宫办事的。小的不知，这位公子是跟雍大人一起的，多有冒犯。我们这就告退。雍大人慢走。走啊。王后，楚国那边刚送来的书信。王兄和母后好久没来书信了。是啊。王后出了何事？母后现世了。知道魏后去了，孟昭氏和景氏都亲自过来祭拜。可直到此刻，那个芈月不仅没有露面，连声问候都没有。今日我还曾特地去会院通报魏后故去的消息。仙儿慧儿好歹还说了声请王后节哀顺变的话，可那芈月就坐在屋子里，竟然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姑姑，你说在我出嫁前，母后日日守着这些陪嫁清单，看了不下数十遍。魏后字字斟酌，唯恐一点疏忽，让王后在秦宫用度不足，衣食不便。这清单上全是母后的心血，可我却从未认真看过。王后出嫁，魏后可谓喜极忧戚，柔肠百千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皆悔莫及。王后不必自责，魏后指望的就是王后在秦宫根深叶茂，成就子孙帝王万世之业。戴瑁受魏后恩典与责，定会替魏后照料好王后，活一日便会竭尽全力保王后在秦宫平安。姑姑，
他死了，他居然死了。死了？谁死了？魏后死了。楚国来信通报，说他因病而亡。王后不思茶水饭食，因此事哀痛欲绝，不能自已。宫中无人能解他心结。王后闭门暗自伤心。魏后尽管刁蛮，但对王后却是百依百顺的。若不是因为对舒姐姐的娇宠，我的性命也早就没了。那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不知她死时想的是什么。她一定想不到，自己竟然会死在我的前头。月儿，你很少跟我提起她，你还一直记恨着她？他害死了我娘亲，逼死了举娘娘，又几次差点要了我的性命。我的一切都是拜他所赐，还用得着特意去记恨他吗？先生，公孙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日来也是迫不得已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先生是否曾有块符节交给义渠人使用？确有此事。那是在秦王迎娶新王后之前，我借给他们的。当时说好了，用完之后即刻奉还。但是因为事情没有办成，他们却也赖着不还给我。这事情都过去2、3年了，我现在正在想办法与他们交涉。先生不必痴心妄想了。前些日子，我们在义渠国的密探秘密通报，早在半年多前。秦国的雍瑞大夫以重金从义渠王手中买走了那块符节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秦王为何待我从无异样之处啊？那不过是猫戏老鼠的手段而已。眼下先生随时都可能大祸临头。事不宜迟，魏王已经为先生做好了安排。8月初1，我在城外接应先生离开咸阳。这是给你准备的出城符节，这是伪造你身份证明的注册。我与秦王毕竟君臣一场，如今见解相异，各奔东西。再见，恐怕就是在战场上了。下一个，来人，拿下！为何抓我？为何抓我？听说我是个魏国的奸细，说抓人就抓人，有证据吗？这年头抓人要什么证据啊？后边的人愣着干嘛？抓紧时间！下一个。放行，下一个。公孙先生，请上车吧。我若再回来，必是率领兵马入咸阳，
公孙衍，请下车吧。先生认错人了吧？车上只有区区2个商贾，并没有什么公孙衍呐。昨日朝堂共事一军，今日相见，公孙衍为何缩头缩尾，不敢相认了？下来吧。罢了，罢了。既然如此，楚离子不必对我言语羞辱。我公孙衍不过是想出趟远门，不劳楚离子相送了。身为大良造，出行光明正大，何苦要乔装打扮？公孙先是位高权重，乃大王的左膀右臂，怎能不辞而别呢？昨日座上客，今日阶下囚。大王待臣下3心2意，令天下人寒心。大王对你仁至义尽，倒是你公孙衍朝秦暮魏，手鼠两端。带走。是。慢着，慢着。大王口谕：公孙先生曾为秦国社稷立下汗马功劳，听闻即将远行，特赐千金以壮行色。这个符节是大王叮嘱一定要交还先生的，先生不会不认识他吧？这是你3年前给义渠王使用的，大王重金赎回。这次先生要去魏国，这一路关爱重重，有了它，可为先生免去许多周折。接着吧。楚离子，放行吧。放行。公孙先生，慢走。这。大王，公孙衍出走魏国，必成大患。王兄不仅不派人追捕，反而千金送他上路，这岂不是为虎添翼？寡人曾与他君臣一心，肝胆相照，共度艰难。如今他弃我而去，也许有他的不得已。若抓他回来，判罪获刑，寡人于心不忍。另外，会让天下游士谋臣猜忌我秦国和寡人不识人才，缺少胸怀。寡人权衡利弊，才派穆坚前去传旨。既然公孙衍已不能为大秦所用，何不借他的离去，收服天下人心？王兄高瞻远瞩。不过放走了公孙衍，那魏国埋在我们中间的那些暗桩怎么办？全部起出来，不管牵涉到谁，抓！姐姐，
你出去吧。是。是。姐姐，公孙衍出逃魏国，这事儿你知道了吗？我也为此事而着急呢。听说城中只要与魏国有来往的人，均被查捕，风声是越来越紧了。大王赐给你的那个铜符节，你还带在身上吗？啊，在这儿呢。收好了，这可是能保命的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过去跟公孙衍都有交往，而你只是一个深宫妇人，既不知军国大事，也素来和我来往不多。从今以后，你就不要再到我这里来。姐姐，如今公孙衍已经出逃了，这铜符节再也寻不回来了。我这次只有坐以待毙了。姐姐，那铜符节你也不可能日日藏在箱子里呀。再说，与魏国来往的人也不仅仅是你，那若是别人在半道给弄丢了，也不是咱们的过失呀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这铜符节的事，必定要有一人禀报。妹妹，姐姐叫你来，是有事要托付给你。你我虽非异奶同胞，但因从小一起长大，胜似亲生姐妹。在宫里，除了你，姐姐唯一的亲人就是华儿。姐姐若是被大王治罪，华儿必受连累。姐姐是想，华儿在宫中无依无靠，我只能把她托付给你了。你独子尚有，华儿又一向与你亲近。姐姐，你别再说了，容我们再想想法子，结果不一定有那么糟糕呢。啊，把事情都想清楚了，就没那么糟糕。来，妹妹，让姐姐看看你。你说这时间过得还真是快，这转眼我进秦宫已经近20年了，而你也有10几年了。那时候你还是一个毛手毛脚、经不起事的小丫头。记得那年你失手打碎了大王的一个碗，吓得你躲到了交房店的偏殿，浑身发抖。姐姐，后来还是你替我顶了罪，还被王后罚跪了2个时辰。逝者如斯夫，你已为人母，姐姐也老了。姐姐，姐姐，记得进宫那日，你头上戴了一个碧玉簪，众人都夸俊俏，连大王都忍不住多瞅了几眼。那簪子可还在吗？在。姐姐，你把它赠予我吧，以后也是个念想。你等着，姐姐去给你拿。姐姐，我的孩儿就托付给你了。
姐，你多保重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卫秉夫人就敢闯进来！夫人，奉大王之命，查办魏国奸细案，内府要传唤你身边的采凡，请夫人允准。我身边的士人都忠心耿耿，没有奸细。如若你们要带人，还是带我去见大王吧。夫人在时不可离开，还要协助老奴找一些东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铜符节。那东西我一时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。既然夫人想不起放在哪里，那我们可以帮你找。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若是真找不到，恐怕夫人就更不好交代了。哦，忘了告诉夫人，魏长史已经前往内府问审了。我妹妹什么都没做，你们太放肆了。大王吩咐，公子华身边的所有太傅和侍从均已换人。采凡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夫人保重，奴婢先去了。不光是采凡，所有从魏国来的侍女侍从都要到内府过一遍，带走。是。夫人保重。大姐，没有。禀告大姐，铜符节找到了，是小的在正殿的首饰盒里找到的。那魏夫人平日多霸道啊！如今眼看着她手底下的人一个个的给拉去过审，总算是出口恶气。可不是，大王可算要跟他们算总账了。下毒害王后是一档子，勾结一群人打劫是一档子，借着国美人上吊陷害咱们再是一档子。那魏氏姐妹死多少回都不算多。这要是在咱们楚国，割鼻子挖眼睛，再砍掉他们的双脚，只怕眼下还伤不到魏夫人毫毛。查铜符节都以为魏夫人定跑不了了，结果呢，魏长史的铜符节没有了，魏夫人的还好好的在首饰盒里装着。谁都能看出来，那个魏长史就是个替罪羊啊！魏夫人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呢。你们两个去膳房看看，给王后煮的百合莲子粥该好了，让他们拿兵给镇上。是。奴婢看着，王后有心事。魏夫人他们倒了，照理说我该高兴，但心里却是害怕。王后怕什么？当初秦楚联姻，王兄指望秦国能助楚国称霸天下，母后更是深信楚国强，我在秦宫势力必定也强，时时能帮楚国说上话。可结果却是秦强楚弱，秦进楚退。现如今我在后宫，哪句话该说，哪句话不该说，全要看大王脸色。假如有一日朱由蒙了心，一步走错，魏夫人就是范例。你们都以为大王是在帮咱们出气，其实若不是大良造挂印出逃，大王说不定还由着魏夫人他们在后宫耀武扬威呢。如今收拾他们，却让你们这般惊喜若狂。但只要魏夫人倒了，后宫就没人能与王后作对了。真的吗？不对，
奴婢忘了那个狐妹子芈月了。王后是不是说，那芈月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芈月想作怪，也绝非王后的对手。王后是正宫，有嫡子，魏夫人倒了，公子华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接下来，王后就要把心思放在立嗣上。一旦大王立公子为太子，那王后的位置不就高枕无忧了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大王疑心最重，此事容易弄巧成拙。要不然，咱们让芈月替王后出头。眼下那狐妹子可以随意出入成明殿呢。唉，自打母后去世，我与芈月也冷了许多。一想起母后与她的纠葛，心里难免郁闷。魏后过世，与她脱不了干系。姑姑又来了。算了，你去传话吧。过几日就是8月15，让芈月他们到教坊殿来，顺带着叫景氏和孟昭氏也来。魏夫人倒了，总是幸事，我们姐妹们也该聚聚了。是。求见大王，臣妾有罪，求大王赐罪，千万不要殃及无辜。臣妾未誓，求见大王，臣妾有罪，求大王赐罪。求大王千万不要殃及无辜！魏夫人，夫人还是请回吧，大王不会见你的。既然大王不肯见我，求大监代我呈上这封血书。夫人为何要为难老奴啊？大王从来不把这种割破手指洒点血的东西当作诚意。既然大王不肯见臣妾，又不肯看我的血书，那我只好跪死在这儿了。那请魏夫人自便吧。八子，公子华，八子请留步。樱华有话要说。母亲大错已铸，覆水难收，更曾屡屡为难八子。望八子宽厚慈悲，不要与他计较。大王若不计较，芈月自然不会计较。谢夫人宽厚慈悲，樱华来日定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凭这么几句话就想为魏夫人开脱，也太便利了吧？魏夫人与公子华虽然是母子，但真的很不一样，还是应当母是母，子是子。
樊长史病了。是。樊长史说出当年摔下台阶的事情之后，回去就病了。老奴就这事还审问了魏长史，他把事情都担下来了。他说那日看见王后在责罚国美人，于是伺机作乱，叫旁人绊倒了樊长史，想给大王火上浇油。记得当初老奴想查清此事，但因为永县令警离遮掩，因此一直没有查出个所以然。你曾告诉我，那芈月推测樊长史不是自己跌倒的，可后来见你查不出结果，寡人还想，那丫头虽然聪明，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谁知竟有这峰回路转呀！樊长史这个人胆子最小，是心病，他知情不报是过，但眼下又帮着寡人查清旧案，是功，算他功过相抵。派个好御医去给他看看吧。是。大王，永县令派人来报，说魏长史刚刚在报室里咬舌自尽了。怎么没将他看住呢？一个人一心要死，是看不住的。出去吧。是。可惜啊，她是寡人宫里最懂得腌制干果的嫔妃，以后再也吃不到她腌制的蜜杏了。魏夫人还跪在殿外吗？是，已经整整1日了。公子华也来了。华儿也来了，就跪在大殿外。到此刻也已经有2个时辰了。算了，让他们起来吧。去告诉魏夫人，让她回去好好闭门思过，痛改前非。不然，寡人再不让华儿与他相见。是。大王有旨，令魏夫人好生回宫，潜心反省，以观后效。母亲，我们回宫吧。父王准我们回宫了。不要扶，我自己能走。夫人喝口水吧。你是谁？奴婢是曾服侍魏长史的彩萍。我没见过你。我只是他身边的粗使丫头。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？魏长史在内府咬舌自尽，永相令让奴婢来披香殿服侍魏夫人。你说他咬舌自尽了？母亲，
再犯前日以苦刑死在内府。夫人，保重身体。他们都是因我而死的。母亲这是何苦？请母亲莫要再伤心，身体要紧。母亲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花儿，是母亲无能，让你也跟着受委屈了。正因为母亲行事荒唐，才落得眼下这个地步。母亲求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孩儿只要母亲平安，怀儿便无怨无悔。请母亲切不可再以身试险。母亲这么做，并非为了自己。我知道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儿打算，但从今以后，请母亲不必为孩儿苦心周全，该由孩儿来庇护母亲了。你庇护母亲？请母亲放心，母亲便是孩儿的天，孩儿会把母亲的一切看得比自己的性命